乡是一个过于熟悉的地方，同时也是让我们觉得陌生的词汇。故乡的路少数民族摄影师奖已经举办了2届，通过摄影师的镜头，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故乡。而在同样的时空里，我们也听到了更年轻的声音。他身为少数民族，成长在这座国际化的城市，却为我们带来了最朴素又精致的民族志肖像。他离开家乡，来到这座国际化的城市中学习，从少年时对大城市生活的向往，到与故乡的和解。而他从新疆到南方，在所有故乡痕迹之外生活，却为我们展示了最真实的故乡。我和德格金夫是通过第1届故乡的路摄影师奖认识的，他凭作品《草原照相馆》获得了第1届故乡的路青年摄影师资助奖。而他另一个并不为传统摄影界所熟知的名字是音乐人小安。颜色上的不同。王珞丹是上回拿的是哪把？王珞丹，哎呦，这儿没有。它那个松了，不是箱体很大吧？但是它音量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是，挺大的，它有一个箱体的声。其实你要问我故乡在哪，我现在更愿意说我的故乡是北京。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回去以后，然后要洗澡，他们就在外面，就是露天的洗嘛，就是给你弄个盆儿倒点水，就站在盆里洗。然后他们还怕我可能接受不了，然后我就什么都没想，我就钻到那盆里就开始洗。然后我记得我家里人就说那个他们就说那个你不像一个就是城市的小孩儿。他说你不是那梦中的旅人吗？为何躲在这里不敢出门？这就是录一个新歌的 demo， 然后半成品还得再修改。这张在做的话就跟上一张不太一样，就是不是全部创作完成了再录音，是等于是这种录音室创作。就是因为其实很多歌手的唱片都是录音室创作的，就是一边录的时候一边在修改，然后还有跟制作人可以就是在就是创作层面再进行一些沟通。什么时候给故乡的路写？那个反正是答应他了，但是我之前介绍一下情况。对，就是我们这个映画廊主办的这个中国少数民族摄影师奖，因为我是第1届的获奖者嘛，然后现在第2届又马上开始颁奖了，然后纳尔松老师也是问我说能不能给我们这个奖写一首歌，很早就答应了。然后过年的时候，其实春节期间就是在家里面写了一下，试着写了一下，但是还是挺难的，因为这主题嘛，是一个关于故乡啊，然后回家这种，而且咱们这个奖涉及到很多的民族。我本来是写了一个有点蒙古小调的那种感觉，但是我又考虑到咱们这个可能还有南方的一些民族啊，有西藏的，所以可能再写的话，可能音乐上不会有明显的一听就是哪儿的音乐这种倾向，可能做的再现代一点，不知道。但是因为现在录自己的专辑呢嘛，所以可能还要再往后再拖一拖，就争取第3届了。争取第3届的时候，我这歌写完了。故乡就是我妈做的那个菜的味道，
就是日本人的说法就是母亲的料理，哈哈诺料理就是那个是最有那个味道的。第一次住的地方在没有成吉思汗像，就觉得少点什么，当然没有想那么多。就是那天晚上我那个同学，他说住在牡丹园，住在元大都公园的旁边，他觉得特有安全感，觉得在祖先的庇佑下。对，有道理。北京在鼓楼也是那种感觉，就是那都是蒙古人建的。对，北京城基本上就是蒙古人建的。论谁是真正的老北京，是吧？老北京话里面很多是满语和蒙语。我感觉我也算在这边，感觉像北漂一样漂了好几年。就当时高中的时候就。确实是，就我来这儿，我就第一次看荒木经惟的展，当时在易安画廊，哇，就简直对我改观太大了，然后我就觉得，这就是我就一定要留在北京那种想法。韩妮曾经作为志愿者，在2015年的故乡的路大奖期间，在映画廊工作。她也参加了最新一届比赛的评比，虽然并未入选，但是她作为95后的年轻人，无论是她的习作还是日常的思考，都带着当下互联网时代的不简单。不管你以后走到哪儿，然后你所有的创作的根基，你还是要源于你最熟悉的地方开始，因为最熟悉的是你能做到最好的东西。就是你在你不熟悉的环境下，你不熟悉别的地方的一些人文，不熟悉你的那些情怀，然后你做出来的东西永远都不会被别人的那个别人去认可吧。现在在偷拍，就是。也挺奇怪的，就是在这种公共旅游场合，然后居然不让录像，也挺逗。现在家乡那边，旅游产业也在慢慢发展，但是我是不希望它过度旅游化的。包括我们家里面那边也是，就是家里面的旅游景点，正式旅游景点，我到现在都没去过，一个我都没去过。在北京这座拥挤的城市，人与人在网络之外的交流成本变得越来越高，交通、居住以及生活成本都让这座城市渐渐的中年化。所幸，在二环路的里边，仍然存在着青年文化的据点，现场演出、展览以及日趋珍贵的线下交流，使这些空间为这座城市保有了年轻气息。在这个叫做 Dusk Down Club 的四合院里，你仍然可以和不同代际的年轻人们一起挥霍青春，从黄昏到黎明。我的母亲是新疆和硕特的蒙古族，然后我父亲是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的蒙古族，然后他们俩就是我父亲和母亲，他们俩是在锡林浩特上学的时候认识的，然后那个学业结束以后，就我爸就跟着我妈回新疆了，然后就在快乐定居了，然后我就出生在新疆，成长在新疆。其实我在北京的开始是从鼓楼，谈隐私很难，说实在的。就是，所以我觉得，对，我觉得胡同这种文化就跟游牧文明的这种文化是相差很大。你觉得你现在更像一个蒙古族，还是更像一个汉族？我呀，我觉得还是更像从新疆来的。
还是现在也不像从新疆来的，我觉得我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又不像蒙古族，又不像汉族，也不像新疆来的，也不像北京的，对，我就是我，好，没有那么多标签儿。就是我觉得对你这个阶段比较重要的应该是去进到社会去。对，我就觉得找不着好工作，找不着理想的工作。哎，你找了吗？找了呀，我还投简历了，没一个人理我。哪儿了？我听听。那个，我后来觉得这摄影师也找不到那个特别好的方向。我看到那个国家地理在招图片编辑，不过我觉得人家可能是要那个有工作经验的之类的。就我每天都在上网看看有什么那个简历可投的，但是我觉得都不是跟摄影师就不相关，然后图片编辑也不太多，最多的就是新媒体运营这种工作，我觉得一点都不适合我，干不了。就是觉得找不到工作。因为你肯定还是会认识很多摄影师，然后你的照片是你自己觉得这样好了那样好了，别人来批评一通，其实挺好的啊。我不爱听批评，那哪能啊？你这是没有胆量。不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对我都不重要，我就不想听他们说话。那不行，你必须要听。就是我觉得，就是创作的时候你可以不听。你创作的时候你怎么想就怎么做，但是创作完后你最主要的就是要听别人的声音。就是我觉得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个展览这不是很好吗？然后今年的话，能不能下半年，这几个摄影节至少去一个？就我没经验哈，我不知道就是它有门槛吧，还是说就是那你把东西做好，然后就给到负责的人，或者给到各种老师，就是看人家能不能看得上。对呀，就是啊，那你不得先把自己东西弄好了，然后你积极的去找老师，好，对吧？那我相信这些摄影节你总是能去一个的。对。王楠楠，她的作品《尼空贝尔》是从内蒙拍摄到新疆的，她走遍了蒙古族在中国迁徙的路，这也是她今年的研究生毕业作品。她在向我们展示她民族的故乡的路，一位年轻艺术家脚下的路也从此地展开。关于故乡，我听到她这样的回答。我是在城市长大，但是就是现在就是故乡，其实对我来说就是回不去的故乡。虽然不管它是城市还是牧区，就你在外面时间长了以后，可能就觉得，就是回不去。你应该也能理解吧？哪儿都没有家的感觉。为什么你简历里老写说在北京长大的蒙古族？那老师可能觉得这有点啰嗦啊，但其实这个是最严谨的说法。如果你写一个北京人蒙古族，也有歧义，就什么是北京人，对吧？虽然我现在户口本是北京，我从小来的北京，然后我甚至我18岁以前身边的朋友就没有一个外地的，全是北京人。所以说其实那个北京的文化对我影响也挺大的。可能我们总想着去成为别人，但是不想着成为自己。我觉得故乡就是一种信仰吧。然后，因为它不一定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年轻人啊也很少在故乡，所以故乡它是一种力量，所以它是在心里，它在心里的成分可能比我们身处那里更大一些。所以就是我觉得它。就是它，因为我们生长的环境在那里，然后很多东西，你的一言一行都体现着你从这个地方出来的，你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就是故乡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信仰的一个部分。我也经常强调，我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我很热爱我的民族，但是我不喜欢老拿这个来说事儿。而且为什么我现在又叫回小安这个名字，也是因为它没有一个标签，就小安可以是任何人，
它是独立的，因为德州耶稣好像永远摆脱不了这个标签，就你是一个蒙古人。谈到故乡，我觉得挺重要的。对，我觉得挺重要的。没有理想跟咸鱼有什么区别？但我其实我不太喜欢就是总把理想就是挂在口头挂在嘴边，我觉着好像也没有那么崇高啊。我觉得其实就是想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而已，就这么简单。有些东西就是你要就是真的是时时刻刻去珍惜的，就是像这种民族这种，而且现在的草原环境也越来越不好了，然后是我觉得现在就应该去做的，不是就是等你觉得你成熟了，或者是以后你才去做的，而是就是时时刻刻的能够在那里。有人说，一个人应当尽早的进入中年，去明确你要用一生的时间去做的事情。但这样的忠告，对于北京这座满是年轻的中年人的城市，似乎有些多余了。离去或是和解，今天生活在超级都市的80、90后的一代人，与各自故乡的联系往往是松散的。故乡还在，只是心情变得复杂。而在一线城市的大环境下，作为创作者的他们，面对着与以往时代截然不同的挑战。这样的挑战也一如既往的存在，只是故乡早就改变了模样。无论是小安还是楠楠，他们的作品中都有意或无意地记录着故乡当下的冲突，关于民族传统和全球化，关于自然的改造，以及传统生活方式的迅速变迁。这是我们通过《故乡的路》看到的来自一线记录者们讲述的故乡，也是《故乡的路》摄影奖努力表达的声音，让更多来自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摄影师通过这样的平台说出自己故乡正在发生的改变。这也是我们值得努力的小目标。